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5月1日的读报节目，我是主持人 Adam。川普政府进入了执政的第二个100天。周三，白宫举行了开放式的内阁会议。我们今天要聚焦这个会议的内容。不过，首先让我们来看一则重要的新闻。世界首富马斯克在过去几个月中全心全意投入政府效率部的运作，帮助川普大规模削减联邦政府。他的生意也连带受到反川潮流的损害，尤其是电动汽车特斯拉受到抵制与破坏，造成股票大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透露，特斯拉的股东们正在寻求撤换马斯克。大约1个月前，随着特斯拉股价持续下跌，一些投资者因伊隆·马斯克专注于白宫事务而感到不满。特斯拉董事会开始认真寻求接替马斯克的首席执行官人选。据知情人士透露，董事会成员已联系了几家高管猎头公司，着手启动正式流程，为特斯拉物色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公司内部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销售和利润快速下滑，而马斯克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华盛顿。就在那段时间，特斯拉董事会与马斯克会面，听取了他的工作更新。据了解，这次会议的人士称，董事会成员告诉马斯克，他需要更多的专注于特斯拉事务，并且必须公开表态。马斯克对此没有反驳。自从马斯克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协助总统川普削减联邦开支后，特斯拉便连连受挫。上周，公司宣布第一季度利润暴跌71%后，马斯克向投资者表示，他将重新专注于特斯拉的工作。从下个月开始，他在一场财报电话会议上说，我将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特斯拉。据知情人士透露，董事会最终锁定了一家大型猎头公司。继任计划的最新状态目前尚不清楚。马斯克本人也是董事会成员，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知晓此项工作，也不清楚他承诺将花更多时间在特斯拉是否影响了继任规划。马斯克未回应置评请求。在周三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川普感谢马斯克在政府方面的工作。你知道的，你想待多久都欢迎，川普说，我猜他是想回到他的汽车事业上了。任何高层更替都将是特斯拉的重要转折点。马斯克已经执掌这家电动车制造商近20年，尽管他在2018年卸任董事会主席。马斯克历来深度参与自己所有的企业，即使某些业务已有其他高管负责日常管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由8人组成的董事会一直在寻求新增一位独立董事，其中一些董事包括特斯拉联合创始人 J.B. 施特劳贝尔，已与主要投资者会面，以安抚他们公司依然运作良好。马斯克涉足政府事务的时机，对他最大的公司而言并不理想。2024年，特斯拉电动车销量出现10多年来的首次年度下滑，公司被迫降价，从而侵蚀了利润空间。而备受关注的 Cybertruck 则因外形怪异而遭到深夜脱口秀节目的嘲笑。马斯克与川普的亲密关系也损害了特斯拉在部分消费者中的品牌形象。更糟糕的是，总统的关税政策让特斯拉在中国这一主要市场的业务变得复杂，同时也影响了依赖墨西哥和加拿大供应商的美国供应链。马斯克与总统的亲近并未在这一问题上带来帮助。他上周告诉投资者，我将继续主张降低关税而不是提高关税，但这就是我能做的全部。他说，最终决定权在总统手中。川普去年赢得连任后，特斯拉股价一度飙升，反映出投资者对马斯克与总统密切关系将有利于其业务的乐观预期。2024年12月，特斯拉市值达到创纪录的 1.5 万亿美元，但从那以后，市值已跌至约9000亿美元。去年年初，在执掌特斯拉近20年后，马斯克在深夜短信中向亲近人士倾诉称，他对自己依然在公司没日没夜工作感到沮丧，尤其是在一位特拉华州法官推翻了他数十亿美元的薪酬方案之后。去年春天，他告诉那位朋友，自己已不想再担任特斯拉 CEO， 但他担心没有人能接替他的位置，并成功推销特斯拉的宏大愿景，不仅是汽车制造商，更是机器人与自动化的未来。
马斯克曾公开和私下抱怨，尽管他拥有公司约13%的股份，但过去7年他几乎没有得到报酬。特斯拉董事会最近成立了一个特别薪酬委员会，专门处理 CEO 薪酬问题。马斯克的时间分配极其紧张，特斯拉只是他管理的5家公司之一，仅在特斯拉就有20多名高管直接向他汇报。据一份内部文件显示，自总统大选以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华盛顿，周末则常出现在川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他与员工和董事会成员的交流往往是远程进行。一些特斯拉员工表示，他们数月来第一次听到马斯克的讲话，是在3月份的一次全员大会上，当时该会议通过 X 平台对所有用户直播。马斯克试图安抚员工，并劝说他们不要抛售股票。如果你看新闻，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他对员工说，我每次走过电视都看到特斯拉着火。他指的是特斯拉展厅和充电站遭破坏。有时候确实有些波折、风雨，但我要告诉你们，未来是光明而令人兴奋的。我想说的是，不要卖掉你们的股票。聚焦管理。马斯克为川普的连任竞选投入超过2.5亿美元。他与川普一起登上集会舞台，甚至在发现宾夕法尼亚州对川普至关重要后，在该州驻留一段时间。选举之夜，他现身海湖庄园的宴会厅。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他从棕榈滩飞往奥斯汀参加特斯拉董事会会议。不久之后，他又回到海湖庄园，参加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谈，并协助筛选内阁成员人选。马斯克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该部门最终由外部人士组成，其中包括投资人和马斯克旗下公司的员工。由于马斯克的特别政府雇员身份，他可以每年为白宫工作130天，而无需提交普通员工必须填写的财务披露表。一些员工起初对马斯克在华府忙碌感到高兴，因为他在特斯拉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常常让人分心。随着马斯克与川普走得越来越近，而川普一直批评电动车政策，承诺振兴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一些员工开始要求管理层明确马斯克是否依然支持特斯拉的环保使命。去年11月下旬，特斯拉高管麦克斯奈德安抚团队称，马斯克的政治倾向不会干扰公司业务。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会议录音，他说，这显然是个动荡和情绪激烈的时期，我承认这一点。但我宁愿马斯克站在川普身边，也不希望他站在川普的对立面。斯奈德领导的团队负责储能与太阳能业务，他对团队表示，马斯克依然会回复短信。那些担心马斯克失去投入或兴趣的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并非如此。今年初，公司内部已有不少人察觉马斯克的政治角色已成为企业的负担。特斯拉在加州和德国等市场的品牌吸引力下降，一些车主在自家特斯拉贴上贴纸，表明他们与马斯克政治立场无关。与此同时，特斯拉在中国也正在被比亚迪等本土竞争对手蚕食市场份额。据一位在场人士透露，特斯拉加州高管以利亚·吉尔芬鲍姆对团队表示，招聘和留住人才正变得越来越难。他认为，如果马斯克辞职，公司会更好。但他也表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员工需要接受老板的政治立场，并继续前行。他建议大家学会分隔处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在2家媒体报道了吉尔芬鲍姆的言论后，他被迫离开特斯拉。特斯拉未对此事发表评论。增长困境。特斯拉高管称，公司正处于过渡阶段，早期增长主要靠热销的 Model 3和 Model Y 车型推动。现在，公司正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转型。其代表是 Cybercab 金色无方向盘与踏板的2座轿车和擎天柱人形机器人。这些项目是马斯克愿景的核心。马斯克曾设想，机器人业务将使特斯拉变成市值30万亿美元的企业，是当前估值的数倍。然而与此同时，公司核心电动车业务正陷入困境，而新产品 Cybertruck 也未带来显著提振。这款2019年亮相的卡车被宣传为未来派防弹的皮卡替代品，售价却远高于预期。
2023年底首批交付车型售价高达10万美元，是马斯克当初宣布价格的 2.5 倍。该车型至今已遭遇8次召回，问题包括油门踏板、雨刷等关键安全部件。根据 Cox Automotive 的估计，特斯拉2024年在美国仅售出 3.9 万辆 Cybertruck， 而马斯克曾设想的年销售目标是25万辆。尽管许多投资者希望特斯拉将在2025年推出一款低价车型以提振销量，但公司目前重点是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并通过更换昂贵部件如座椅材料来降低成本。3月，公司推出了畅销车型 Model Y 的改款版本。4月，又推出了价格较低的 Cybertruck 新版本，售价为69990美元。马斯克与其高管正在加倍努力说服投资者相信自动驾驶汽车即将实现。特斯拉计划在6月底前将其轿车应用向公众开放，届时德州奥斯汀的客户可乘坐无人驾驶 Model Y 进行打车服务。这将使特斯拉直接与谷歌、Waymo 和亚马逊 Zoox 等现有机器人出租车服务竞争。2月，特斯拉财务总监韦布哈夫·塔内贾曾警告部分投资者，公司将面临一个艰难季度。在最近与投资者的会面中，董事会成员表示，尽管马斯克从事政府事务，但仍通过远程方式参与特斯拉会议。一位董事称，马斯克有时准备不足，需要他人向他简要介绍公司动态。尽管如此，董事会仍表示，他们相信马斯克与川普及白宫的关系将从长远来看对特斯拉有利。上周令人失望的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9%， 其中汽车收入下跌 20%， 原因是在加州、中国和德国等重要市场销量下降。马斯克向投资者表示，针对特斯拉的反对声浪源自他与政府效率部 DOGE 的工作。抗议的真正原因是那些靠浪费和欺诈获益的人想继续拿钱。他说，事情真相就是如此。显而易见，在宣布将减少在华盛顿的时间，把重心转回特斯拉后，马斯克为公司的表现辩护，并对未来表达乐观。我们并不是处在死亡边缘，甚至一点也不接近。马斯克参加了川普内阁周3举行的会议。在会议上，川普对马斯克的贡献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我们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你确实牺牲了很多，你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我不喜欢人家烧我的车，这其实不太好。但你确实被不公平对待了。不过，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尊敬和感激你。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非常坚定地说这一点。你帮了大忙，你让很多人意识到原来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你知道，你可以随时留下，待多久都可以。当然，他总有一天是想回家看他的车的。你真的做得太棒了。在这次内阁会议上，川普总统专门谈到了中国经济面对美国关税所遭受的重创，他再次表达了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他还说，在他上任之后获得的投资总额接近8万亿美元。关税还没有全面生效，但我知道中国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我刚看到一些报告，中国的经济遭受重创。我并不希望中国遭遇这样的困境。我很喜欢习近平主席，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难过。但现实是，中国正遭受沉重打击。他们派出了全球最大的货船，满载货物，但在太平洋中途掉头返航，不再运送，因为我们的关税达到 145%。但我希望最终我们还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工厂正在关闭，因为我们不再接受他们的商品，除非他们对我们公平对待。这不仅仅是商品交易的问题，还涉及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这问题远不止买卖这么简单。我们会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很高兴？我说，不是，我不开心。我希望中国好，也希望其他国家都好，但前提是
他们必须公平地对待美国。关于核心 GDP 的数据，你们今天可能也看到了，我得先澄清一句，那是拜登的数字，不是川普的。因为我们是今年1月才上任的，这是季度数据。我们上任之后，我强烈反对拜登的经济政策，因为他在各方面都在摧毁我们的国家，不只是边境问题，那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接手了一团糟。核心 GDP 排除进口、库存和政府开支带来的扭曲之后，增长了 3%。尽管我们接手的是一片混乱，我们还是迅速扭转了局势，而且确实在改善。国内总投资增长了惊人的 22%，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比如我刚刚听说，三星因为我们的关税政策，决定在美国建设大型生产基地。如果我们没有实施这些关税，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在这里投资。虽然这些设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成，但他们的投资金额都很惊人，而且源源不断。现在我们获得的投资金额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总额接近8万亿美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数字还会更高，目前统计的只是我们知道的部分。而拜登在4年任期内恐怕都没达到过1万亿，而我们在2个月内就有了8万亿投资。第1个月可以算是过渡期，我们还在熟悉政务，可2个月后我们就拿下了8万亿的投资，从未有过这样的数字。这包括了芯片公司、汽车制造商、各类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企业，没有人见过这种规模。我可以谈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投资等各种指标，但对我来说，最有分量的是这些真实的投资数字。我们的商务部长在周末去了亚利桑那，考察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他回来后说，霍华德，你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们在亚利桑那投资650亿美元，占地1100英亩，正在建设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基地，计划雇佣4000名美国工人，从技术人员到工程师都有。这是美国制造传统的再现。他们目前已经有 1.4 万人在施工，预计整个工厂建成后将长期雇佣2万人，建设期间总计雇佣4万人。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关税政策才发生的。如果没有我，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园区预计将生产全球 40% 的芯片，而该公司目前已占据全球市场 99% 的份额，总部在台湾。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上也对马斯克表示感谢。他说，在马斯克的帮助下，美国对外援助砍掉了一些疯狂的项目。他还专门提到，不给那些在美国制造麻烦的学生发放签证。过去，我们政府在贸易和外交政策上的决定基本上是：这对世界好吗？对全球社会好吗？而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是：这对美国好吗？我由您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人。这不是全世界的国务院，而是美国国务院。这意味着我们的外交政策由3件事指导。这会让美国更强大吗？更安全吗？更富裕吗？如果某件事不能满足这3点中的至少1点，最好是满足全部3点，我们就不会去做。我们聘请了一家咨询公司来帮助我们组织工作，幸运的是，他们免费。他们被称为政府效率部，帮我们做了几件事。首先是我们的对外援助，我们过去资助了一些疯狂的东西。我们还停止向那些来美国烧毁大学、占领图书馆、骚扰他人的人发放学生签证。为什么要给那些来这里制造混乱的人发放学生签证？我们已经取消了那些来这里这样做的人的学生签证。很简单，如果你来美国是为了制造骚乱，我们不会给你学生签证。顺便说一句，我走访了14个国家，他们都对我说，是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唯一不同意的人似乎只有少数联邦法官和一些靠写文章和报道赚钱的疯狂人士。对于卢比奥提到的国务院改组，媒体报道裁员从7月1日开始，国务院的冗员要削减 15%。
但是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远远不够。下面我们来看看外交政策评论员彼得·范布伦在美国保守派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如果你在 Doge 的赌注上押中了国务院将成为下一个被整顿的机构，那么恭喜你，中奖了。但国务院真的要迎来艰难时期了吗？4月22日，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公布了国务院重组初步方案，称这个外交机构臃肿、官僚，并且受制于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过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只是一个不错的起点。要想真正取得符合川普政府对美国全球角色新定位的长期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组方案并未触及驻外使领馆的任何裁减，而这些正是国务院的核心业务。一位外交官表示，这项计划虽然调动了很多部门，但除了冷门的民主与人权司被大幅削弱之外，大部分变化并不大。他说，我还不会把这叫做彻底的改革。最显著但仍不算激进的变化是撤销主管民事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办公室。根据国务院网站公布的重组图表，该办公室的一些职能部门，包括民主、人权与劳工局以及难民事务局，将并入一个新的对外援助与人道事务办公室。卢比奥在说明中写道，民主、人权与劳工局已经沦为左翼激进分子发动政治清算的平台，对保守派领导人发起攻势，包括波兰、匈牙利和巴西的领导人，还推动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卢比奥还指控人口、难民与移民事务局把数百万纳税人资金输送给非政府组织，推动大规模移民，包括我们南部边境的入侵。根据卢比奥的计划，国务院国内办公室数量将从734个减少到602个。下降约17%，裁减大约700个职位，尽管详细清单尚未公布。卢比奥还要求高级官员在7月前将其他各个国内办公室的美国本土员工人数整体削减15%。一些曾经风光一时的办公室，如伊拉克战争期间设立，旨在预防全球冲突但成效甚微的冲突与稳定事务局，将被关闭。同时将新设立一个新局，名为新兴威胁局，重点关注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卢比奥表示，国务院的规模和开支在过去15年中飙升，因此未来还计划合并重叠的办公室，取消一些并非国会授权的项目。卢比奥称，地区职能将整合以提高效率，冗余机构将被撤销，偏离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非法定项目将停止存在。不过他并未提供具体细节。副国务卿克里斯·兰道在发给员工的邮件中表示，重组工作将由一个内部工作小组主导，制定周密计划，目标是在7月1日前落实改革。然而，卢比奥的这套方案充其量只是一个良好开端。早些时候，有一份被卢比奥称为假新闻的初稿备忘录，据信由即将离任的彼得·马罗科试探性起草。他在领导取消美国国际开发署相关事务后离开了国务院，提出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将国务院整体预算削减约48%，主要针对对外项目。该草案提议几乎完全取消对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的拨款，结束国际维和行动预算，并大幅削减诸如富布赖特项目之类的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预算。此外，还提议将人道援助和全球健康项目的资金削减1半以上。许多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几乎不可能在国会审查中存活下来。未来，卢比奥仍需在处理国际组织低效资金使用和二战后软实力项目上展现魄力，比如不再在海外推广 LGBT 权益，也不再通过撒钱来试图解决世界问题。虽然公平地说，卢比奥已经裁撤了国务院的全球妇女事务办公室和多样性与包容性办公室。这场重组本应成为外交的新起点，但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不过，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进展，值得乐观。早在上述预算草案抵达白宫之前，国务院就已将其信息审查办公室的全体正式员工停职，并启动关闭该部门的程序。这一办公室最初由奥巴马创设，名为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反制中心，隶属于国务院公共外交办公室，声称负责监测、
标记并反制所谓外国虚假信息内容。其前身机构在2024年12月因一系列第一修正案诉讼而关闭。这些诉讼发现，该中心曾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审查美国保守派声音。脸书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描述称，曾有政府官员对 Meta 员工大声咆哮和辱骂，并威胁称若不删除特定内容将有后果。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该中心还作为中介，为英国的全球虚假信息指数 GDI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GDI 通过2家关联的美国非营利机构，将黑名单提供给线上广告公司，意图通过断绝广告收入方式，关闭被认定为散布虚假信息的网站。这个 GDI 组织曾从2个国务院支持的实体获得33万美元资助。GDI 认定美国10家最高风险的假新闻媒体之一是美国保守派杂志。至于这种纳税人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方向，大家可以自行判断。接下来，国务院还会有更多动作。7月1日的裁员应只是过渡性第一步。如果卢比奥能持续推进改革，且驻外系统同步配合，那么这将真正是一个好的开始。最后是一则周三傍晚的消息，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终于敲定了签署矿产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对于俄乌战争的停火到底会起到什么作用，目前并不明朗。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美国将与乌克兰分享其未来矿产资源的收入，并建立一个由2国共同投资的基金。这项协议是在美国试图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3年战争结束的数月紧张谈判后达成的。其目的是让川普总统对乌克兰的命运有切身利益，同时回应他对美国给予基辅空白支票以抗衡俄罗斯入侵的不满。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协议向俄罗斯清楚地表明，川普政府致力于一个以自由、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为核心的长期和平进程。川普总统设想的美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体现了双方对乌克兰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承诺。他还补充说，必须明确指出，任何资助或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国家或个人都不得从乌克兰的重建中获益。川普政府没有立即提供协议的详细内容，目前也不清楚这对未来美国对乌军事支持的意义。一位熟悉谈判的人士在匿名条件下表示，最终协议并未包括美国未来安全援助的明确保证。另一位人士则说，美国在谈判早期就否决了该想法。尽管协议宣布声势浩大，但如果乌俄战斗持续，这份协议可能意义不大。不过，乌克兰的支持者希望这项协议能够让川普不再仅仅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烧钱的黑洞，或者是改善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关系的障碍。提出让美国在乌克兰矿产中拥有股份的想法，最早是在去年9月，由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川普大厦与川普会晤时提出的。虽然公告中并未提及乌克兰的矿产，但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协议确实涉及此前一直在谈判的自然资源合作。财政部表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将与乌克兰合作，最终确定协议细节。乌克兰总理丹尼斯·史米加尔在 Telegram 上发文称，双方将在基金中享有平等投票权，乌克兰将保留对其矿产、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完全控制权。他还表示，投资基金的收益将会重新投资于乌克兰。根据帖文的翻译，史米加尔表示，通过这项协议，我们将能够吸引大量资源用于重建、启动经济增长，并从美国这一战略投资者和合作伙伴那里获得最新技术。在华盛顿，一些乌克兰的盟友松了口气，称这项协议相较于早期版本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并显示基辅能够与川普政府进行建设性合作。前美国驻基辅大使威廉 ·B. 泰勒表示，他们拿到的矿产协议比最初提议的好得多。美国人采纳了很多乌克兰方面的建议，对停火谈判来说是一个好迹象。泰勒补充说，一位熟悉谈判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至少拒绝了一次乌克兰方面提出在协议中加入明确安全保障，例如持续的军事援助的尝试。但这位前官员表示，这项协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川普建立良好关系，
并让他在乌克兰的存续和稳定中拥有经济利益。这项协议曾在2月底因川普与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激烈会晤而被推迟。自那以来的2个月内，谈判的主要争议点在于，美国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是否应被视为乌克兰需要偿还的债务。川普认为乌克兰应该偿还这些资金，而乌克兰官员则表示，这会让该国在财政上受苦几代人。乌克兰最初提出让美国投资其矿产行业作为交换，希望美国能在任何和平协议中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止未来俄罗斯的侵略。但从2月开始的谈判一直争议不断。除了表示乌克兰需要偿还美国的援助外，川普还表示，乌克兰应当寻求来自欧洲的安全保障，而不是依赖美国。早期的协议草案在2个极端之间摇摆，有些版本被批评为川普政府对乌克兰的赤裸裸勒索，而其他版本则包含乌克兰想要的内容，比如提及美国对战后安全保障的支持。乌克兰方面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保障，俄罗斯可能会很快破坏停火，或在重整军备后重新发动战争。川普与泽连斯基原定于2月在白宫签署协议，但当时川普与副总统 J.D. 万斯当着电视镜头的面训斥泽连斯基，称他对美国的援助不够感激，并要求他离开。随后，川普政府短暂暂停了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和情报分享。川普表示，泽连斯基应该更感激，才能重新开始谈判。第2天，泽连斯基主动示好，称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令人遗憾。乌克兰国内外一些人认为，这项协议无非是美国借助乌克兰对其武器和财政支持的依赖，来攫取其珍贵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而不给出明确的保障作为回报。美方谈判人员则称，美国的投资将对未来侵略行为形成威慑。4月16日签署的一份意向备忘录中，乌克兰和美国概述了一项协议，将设立一个用于战后重建的投资基金。除了为美国公司提供在矿产、石油或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机会外，该基金还可能主导战后重建工程。如果停火协议达成，相关工程预计将价值数十亿美元，而美企将成为主要承包方。但泽连斯基明确表示，这份矿产协议并不是终点。他说，推动协议的目的是为与美国就军事支持和乌俄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展开更重要的谈判铺平道路。泽连斯基在3月的一则 X 平台帖子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份协议是朝着更大安全与切实安全保障迈出的第一步，我真心希望它能发挥作用。乌克兰政府表示，该国拥有20多种关键矿产资源，有咨询公司估计，这些矿产价值数万亿美元。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并不容易，苏联时代绘制的矿产地图从未被现代化更新，也未全面验证。目前，乌克兰每年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特许权收入大约为10亿美元，远低于川普声称美国将从该协议中获得的数千亿美元预期。这项利润分享协议出台之时，乌克兰正面临严峻局势，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而川普正与普京越走越近。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至少是以公开的内容，更有利于俄罗斯。该协议将迫使基辅放弃加入北约的意图，仅给予乌克兰模糊的安全保证，并让美国正式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乌克兰已经拒绝了该协议。川普政府多次威胁退出和平谈判。本周日，川普表示他希望能在2周或更短时间内达成停火协议，后来又表示多一点时间也可以接受。不过，川普也坚持必须先签署矿产协议。上周五，他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乌克兰至少已经拖了3个星期，还说希望他能立刻签署。本周三，该协议仍存在变数，因为乌克兰官员抵达华盛顿后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对协议进行一些临时修改。在白宫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财政部长贝森特表达了对协议的乐观态度。他表示，协议已在上个周末原则性达成，可能很快就能签署。贝森特说，乌克兰方面昨晚决定进行一些临时修改，我们相信他们会重新考虑。如果他们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下午就可以签署。以上就是5月1号每日读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